虽然因时间限制删除了一些片段，但电影中的精彩部分依然被细致的呈现，从角色动作到魔法效果都保持了电视动画的高品质。这部作品让我更加期待第5集的到来，希望大家能亲自到电影院欣赏，感受安之教的魅力。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Overlord 圣王国篇剧场版。这部影片改编自马鲁亚马库甘内的热门小说第12跟13卷，故事的背景设置在电视动画第3季和第4季之间。因为剧情有不少的删减和修改，我会在影片中补充这些细节，建议大家至少看完第2季，最好连第3季也看过，这样看剧场版会更有感觉哦。通常一卷的小说需要3到4集来呈现，但这次的剧场版将其浓缩至2个小时，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剧场版不仅延续了电视动画的水准，还还原了小说中的精彩情节，还更深入探讨了圣王国与魔导国之间的冲突。影片充满了黑暗与人性的阴暗面，还有让人血脉喷张的血腥场景，这也是不能做成电视动画的原因吧。另外，在剧场版正片开始前，安之大人、雅尔贝德、迪米乌格斯的 Q 版小剧场，他们提醒观众一些观影的礼仪，风格上充满了 Overlord 的幽默特色。安之提醒大家不要离开座位，不要吵闹，结果被雅尔贝德和迪米乌格斯讲得很严重，甚至开玩笑说要让违规的观众死掉或永远沉默，真是笑翻全场。这次的故事背景设定在诺布尔圣王国，由圣王女卡尔可统治。这个国家一直在坚固的城墙保护下享受和平，但这份宁静被魔皇亚达巴沃和亚人联合军的入侵打破，国家面临崩溃危机。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圣骑士长雷梅迪欧斯和神官团长奎拉特试图集结力量抵抗，但仍然无法匹敌亚达巴沃的强大力量。于是雷梅迪欧斯带领圣骑士团和随从尼亚前往魔导国，寻求安之乌尔宫的帮助。魔导国由不死者统治，对圣王国的人们来说极为可怕。安之乌尔宫魔导国的介入，让故事进一步的展开。安之大人作为魔导国的领袖，以其压倒性的力量和智慧，成为圣王国的重要盟友，使得不同势力间的冲突与合作成为影片的一大亮点。此外，剧场版还涉及迪米乌格斯策划的作战计划。这场作战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歼灭散布在王国的8子据点，并首次以恶魔的身份登场，也就是第2季的剧情。第2阶段则是让魔皇亚达巴沃再次现身，目的是让这个邪恶的存在被世界认知，从而创造出一个世界共同的敌人。安之大人在以救世主般的形象出现，进一步巩固魔导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上就是这次剧场版的简介，接下来会有剧透的部分，准备好就一起加入安之教吧！给你3秒钟离开，3、2、1 ，Let's go！ 剧情删减部分。这部电影确实精彩，但由于时间的限制，有些小说中的细节和情感铺陈被删减了。以下是一些被删减的片段：一、圣王国内部对话。在小说中，迪米乌格斯入侵大都市卡林夏前，圣王女与雷梅迪欧斯、奎拉特姐妹之间有一段闲聊对话。这段对话展现了3位角色之间的关系和情感深度，也解释了为什么雷梅迪欧斯会不断的暴走。然而在电影中，这部分被删减，让观众对雷梅迪欧斯的气愤不平少了一点的铺陈。随后画面直接切到亚达巴沃的袭击场景，雷梅迪欧斯用了一招名为圣级的圣剑奥义，这招是他非不得已才使用的，因为1天只能用1次。后面的加9圣女剑经典情节则是用回忆的方式展现，非常血淋淋，还原的相当真实。我猜制作组就是想要还原这段，才把它放在剧场版的吧。2、交涉过程。在这部剧场版中，圣骑士团与苍蔷薇安之的交涉过程被大幅简化，这让关键剧情的推进显得不够充分。在小说中，魔皇独自袭击圣王女等人后，只有雷梅迪欧斯活了下来。他希望借由曾经在王国与魔皇交手的苍蔷薇协助。这段剧情非常关键，因为苍蔷薇提到曾击退魔皇的是金刚级冒险者菲菲，特别是面国萝莉伊维尔埃，总是以充满爱慕的语气提到菲菲。然而菲菲目前臣服于魔导国，这使得圣骑士团必须前往魔导国，请求安之让菲菲协助他们。在情报交换中还提到魔皇身边出现了恶魔女仆，雷梅迪欧斯等人也是在这时候才知道有恶魔女仆的存在，因此雷梅迪欧斯决定前往魔导国请菲菲协助。然而在电影中，这段被改编成由魔皇在开头就说出菲菲的情报，并让恶魔女仆提早现身。这样的改编减少了角色的动机和各方势力间谈判的过程，
接下来是安之的交涉片段，直接跳到谈判结束则被尼亚插话的片段，这导致对安之的策略和圣骑士团的反应不够深入。在小说中，这是紧张的对峙场面。安之表示，菲菲的工作是安定居民的不安情绪，因此无法离开。他提议借用不死者军队协助圣骑士，但圣骑士表示这会引起圣王国民众的不安，因为他们与不死者敌对。最后经过尼亚的舍命谈判，才将原本5年后建佑菲菲的协议缩短至2年。3. 解放都市的场景。首先，第一次解救被亚人占领的小都市情节中，山羊人用小孩当盾牌的残酷场景被省略。小说中，山羊人有实际砍下第一个小女孩的头，再抓第二个小男孩，威胁雷梅迪欧斯停战，而电影则直接强调雷梅迪欧斯想拯救被当成人质的小男孩，却有可能导致更多人质死亡。这时安之出手当坏人，加深了尼亚和民众对安之的敬仰。安之在这里的发言帅爆了，我如果弱小，想必也是被剥削的一方，所以我们要去追求力量的强大。这句被完整呈现，但少了尼亚追问安之如果是他的属下被抓会如何应对的对话。安之有点困扰的回答，曾经他也提问过，属下们表示会选择自杀，以免造成安之大人的困扰。接着第二次拯救小都市的片段在电影中被整合在一起。小说中来到第二个小都市，亚人再次用小孩当盾牌，雷梅迪欧斯依然想拯救小孩，被安之吐槽又来了，则再次担任坏人的角色。随后他们对决豪王，这段战斗在电影中完全被省略，而救出来的圣王兄其实早已被杀害并调包成二重幻影。这位幻影在圣骑士团解救都市时，就假装成圣王兄以俘虏之姿现身，并成为圣王国北方解放势力的领导者。关于二重幻影，这是公会中特别的 NPC 种族，最强的二重幻影是潘多拉，种族等级45级，可以变成41位无上至尊的形态，拥有变身目标 80% 的实力。另一个已知的二重幻影是纳贝拉尔，种族等级只有1级，所以只有一种纳贝形态。这次变身成圣王兄的，以及剧场版中未提到的魔皇旁的恶魔女仆，也都是二重幻影。电影中解放2次都市的情节被整合成一段，就接续亚人4万大军的攻城战。第一次解放都市时，小孩被杀的诺南爸爸因安之的言语所鼓舞，剧场版中还原他呼唤大家狠下心的激励喊话。被删减的部分还包含了尼亚在攻城战中曾因为体力下降使用安之提供的魔力恢复药，但他的魔力不足，1天只能用1次。随后他因被包围而不幸战死，让被安之以第9位阶的复活道具复活。看到魔道王时，体悟到强大即是正义，安之大人就是正义的道理。最后攻城战的结尾，安之如同剧场版中一路打倒亚人，被民众拥戴。而后续被删减的部分是尼亚因攻城战的表现被民众敬仰，他也积极的宣扬安之的攻击，似乎要成立安之教的信仰。4. 魔皇第一次战斗。在剧场版中，魔皇第一次战斗的部分被大幅删减，看得不够过瘾。其实魔皇亚达巴沃的真面目形态是迪米乌格斯召唤的愤怒魔将假扮的。在小说中，安之与魔皇的第一次对决发生在圣王兄的人与安之讨论魔皇行踪时，魔皇突然破墙而入，手持半截的加9圣王女剑。雷梅迪欧斯见状情绪失控，拿起圣剑冲过去，却被圣王女之剑击飞，尸块散落四周。剧场版中有还原雷梅迪欧斯拼命收集尸块，因为只要会复活术的神官妹妹奎拉特还复活，就能复活圣王女。接着来到魔皇约定的中塔，魔将和恶魔女仆准备联手杀死安之，而安之要求他们全力以赴，借此训练自己，累积对战经验。这个提议一开始被迪米乌格斯和雅尔贝德反对，但安之答应各种条件后，他们才接受。雅尔贝德还提出，如果安之大人败北，他要1年不能离开纳萨利克，并与他睡在同一个房间。此时安之考虑是否对卯宿星团痛下杀手，毕竟他们也是重要的战力。有力表示他们并不是真的卯宿星团成员，而是高阶的二重幻影，所以可以被杀死。杀死他们后还要回收装备，因为是从本尊的卯宿星团借来的。随后战斗开始，安之使用完全不可知化，不断的隐身再攻击，重复了好几次，惹得虫妹大喊：安之大人太卑鄙啦！最后如同剧场版呈现观战视角，安之的黑影往丘陵坠落，魔将飞出宣布安之的死讯，并搞笑的宣传卢恩武器。5. 尼亚的成长。尼亚成为安之信徒的成长过程在电影中被简化，但一些经典的场景如赠送宫、复活尼亚、打赢后宣传安之教都有呈现，少数的场景被略过，例如组织安之搜救团时，剧场版中尼亚跪地提议组搜救团，但雷梅迪欧斯表示安之已死。小说中的尼亚大喊安之大人怎么可能会死，
并抓住雷梅迪欧斯的领子。雷梅迪欧斯则回应，从那么高的地方落下肯定是死了。尼亚气愤地说，你怎么相信恶魔说的话？你把灵魂卖给恶魔了吗？双方争执被在场的骑士团架开。接着蓝区王国的使者到来，请求圣骑士的支援，条件是若能顺利救出王子，便会协助反叛魔皇，并带向导引领聂亚搜寻安兹掉落地点。聂亚接受后找来西兹一起潜入王子的所在地，但聂亚的弓终极超级流星因为长度太长而让众人讨论如何带路。西兹提出用他的迷空间收纳术来解决这个问题，尼亚因此感谢西兹，让西兹开始以前辈自居，也因此称呼她为西兹姐。这段称呼在剧场版中也有出现。救出王子后，尼亚和贝贝贝合流。在小说中这一段，尼亚将蓝居王子推销前往魔岛国。西兹则提到魔皇亲信的信息，表示自己也打不赢。这样内亚惊讶地质疑西兹为何不早说。西兹解释道，他隐瞒是为了不让大家害怕。他还提到魔皇在破坏长城时是使用了10阶的魔法陨石，这让聂亚和蓝居王子震惊，因为他们只知道5阶魔法的存在。讨论到恶魔亲信的能力时，蓝居王子补充说，这个恶魔有2个头，一颗是从国母的头，使用阴魔法，所以他会使用阳魔法应对；另一颗是人类的头，聂亚怀疑是圣王女的头，便询问发色是不是金色。王子回答说是黑色，但实际见到后却是金色，这让聂亚吐槽，这明明是金色啊！蓝居王子则委屈的道，什么是金色？这不是黑色吗？聂亚心想，蓝居的色感可能跟人类不同吧，不过我想吐槽，光放这人物设定，怎么看奎拉特都不是金色啊。随后聂亚使用卢恩弓的场景被恶魔看到，于是进行了一段生硬的推销。接着聂亚在被魔法抹去视力的情况下，凭感觉射中恶魔。蓝区王子补充说，他闪躲时不偏不倚的射中了，似乎恶魔是为了宣传卢恩弓才故意被射中的。战胜恶魔后，尼亚在南区士兵的协助下成功收复了大都市卡林夏，但这次的胜利却伴随着悲剧，因为尼亚带回了雷梅迪欧斯妹妹的头颅，让她彻底崩溃。能使用复活术的妹妹奎拉特已经死去，圣王女无法复活，而之前收集的尸块也被埋掉。在剧场版的最后一幕，雷梅迪欧斯靠着墓碑哭泣。而在收复后的卡林夏都市中，尼亚如同传教士般宣扬安兹的伟大，并组织一个类似宗教信仰的势力，根本就是安兹教。6. 南部军与最终决战。在剧场版中，从击败恶魔亲信后，剧情直接跳到安兹带领亚人前往卡林夏进行救援和最终决战。这些部分几乎完全重现小说的内容，只是删减了中间的过程，并将最终决战的场地从平原改成都市。小说中，在救援卡林夏后，尼亚在都市宣传安兹教，同时圣王国南部的势力前来支援。这时圣王在会议中进行虚情假意的政治操作，贵族们试图将对抗魔王的责任推给恶魔女仆西兹，但她以害怕魔王为由拒绝。随后联军在平原驻扎兵力，准备迎击来袭的亚人。此时魔王亚达巴沃再次现身，他身上的熊熊热气让所经之处变成焦黑的石块。就在部队即将被亚人和魔王包围时，举着魔岛国旗的亚人军队前来支援，其中还包括了蓝区一族。经过尼亚的游击队死安，尼亚如同剧场版中哭着向魔岛王告白。安兹解释，当时战败后，他坠落在亚人地区，并将该地的亚人纳入魔岛国的支配，并统合被亚达巴沃欺压的亚人组成军队前来对抗。听到这里，聂亚对魔岛王的敬佩更上一层楼，连聂亚小队的人都忍不住五体投地跪了下去。聂亚不断的称赞，还补充道，大家都是抱着对魔岛王的感谢之意，这让安兹都有些招架不住。安兹与亚达巴沃的再次对决，小说与剧场版相同，都是以旁观者的视角呈现，两团光芒激烈交战，闪电火焰的魔法不断出现，动画效果比想象中更精彩，尤其是最后那道闪亮的强光后，美丽的烟花四射，象征魔岛王的胜利。小说中还特别提到，战后的恢复需要时间，因为资源、粮食、金钱、人力都因魔王和亚人的到来而大量损失，尤其金钱下落不明，估计是被搬回纳萨里克。接着就是剧场版中马车临别的片段，安兹向聂亚提到可以使用1年只能用一次的大魔法复活他的双亲，但被聂亚拒绝了。他表示，母亲作为圣骑士有尊严的战士，即使不复活也不会生气。此外，复活魔法的媒介需要高级物品，他不想再依赖魔岛王的好意。而后聂亚追问的表情真的是经典还原，请问可以称呼你为安兹大人吗？以及离开后的魔岛王陛下万岁也是经典还原，让人印象深刻。
而片尾曲后的彩蛋对话也有所不同。剧场版中，安之想推广卢恩武器，而在小说中，安之因为马车上的沉默气氛，主动向希兹开口：“我让你离开纳萨利克工作，做着怎么样呢？”希兹回答：“我想我有努力了。”对话马上被句点，空气又沉默了一会。安之关心希兹和聂雅的关系，希兹表示很中意聂雅，这让安之觉得富尔尼亚是个好决定。他的心情就像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第一次交到朋友一样。安之还提到，之后休假可以使用传说门让希兹回圣王国玩。最后补充角色的后续发展，聂雅以无面者的教主称号，在圣王国北部形成了一股类似宗教信仰的势力，就是安之教。这股势力的实权甚至超越了原本的神殿势力。原本需要盖上圣王国国旗的文件，如今都改为加盖聂雅的个人印信。迪米乌格斯认为，聂雅将是未来推动圣王国并入魔岛国的重要推手。至于雷梅迪欧斯，在得知圣王女与妹妹的死讯后，变得更加神经质，最终被圣王兄以养精蓄锐的名义支开，退出了王国的高层。在第14卷中，也就是第4季的开头，娜娜与塞纳克的谈话中得知，圣王国第一的圣骑士雷梅迪欧斯已确定战死。结论：虽然因时间限制删除了一些片段，但电影中的精彩部分依然被细致的呈现，从角色动作到魔法效果都保持了电视动画的高品质。特别是攻城战、魔皇的入侵开场以及最后的对战画面，动画将这些场景描绘得非常细腻，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战场，感受到比看小说更完整的体验。总结来说， Overlord 剧场版圣王国篇绝对值得一看，尤其是 Overlord 的粉丝更不容错过。这部作品让我更加期待第5集的到来，希望大家能亲自到电影院欣赏，感受安之教的魅力。我是伊曼，下次见。